我们平常都会用这种木螺丝来锁在这种木板上面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分享一下如何把这个木螺丝的螺丝头隐藏起来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分享一下如何可以把这个螺丝头给隐藏起来。那平常呢，我们都会用这种木螺丝，一般就是黑色的。一般我们在 DIY 啊，或者是制作一些木家具啊，或维修的时候，都会使用这种。而它使用之后呢，就会有一个黑色的这个头呢露在这里，这样子很丑。那有一些人为了美观呢，那市面上也有卖一些那种金色的这种木螺丝，或许看起来会比较美观，但是多少呢，都是还是有一个头在这边。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呢，市面上会有卖一种塑胶的塞子。那你如果锁完螺丝之后，它那个塞子呢，会有点像雨伞的样子。那它有一根东西，你就刚好塞进这个洞里面。然后它有各种的颜色，然后依照你木头的颜色，你可以选择你要的颜色，然后把它这样子盖起来修饰。但是那种东西呢，它会这样子凸出来，在木头表面呢，它还会再多了一层像盖子一样的东西。那种东西虽然是可以用，但是有的时候会跟你的木头呢颜色不搭配，而且那一种东西呢卖的好像也不是很便宜。那我们今天就来提供一个方法，把这个螺丝头给隐藏起来。首先，我们这种方法呢不太适合那种非常薄的板子。以我今天的范例呢，我是使用这个木芯板那它是18mm厚的。我们今天会使用到两个配件，一个是这个沉孔钻头，另外一个这个是取木塞刀。沉孔钻头的设计呢，其实它这是一把刀，然后中间插入了一根3mm左右的这个钻头，然后是用来引孔用的。中间这一根钻头呢，它可以取出或换掉，如果你已经钝掉的话，它也可以调整这个钻头伸出来的长度。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内六角的这个小螺丝，买的时候它会附一支六角扳手，用这个六角扳手把这个螺丝转松，它中间的这一根3mm的这个钻尾就可以把它抽出来。这个头部的地方呢，其实它就是一把刀，然后可以钻出大概8mm的圆穴。为了要让这个木工螺丝的头呢能够沉入这个木板，我们必须要使用这个刀钻出一个圆穴。以一般的木工螺丝来说，大概8mm的就可以了。把中间这一根钻尾调到我们需要的长度之后，再用工具把这个小螺丝给锁紧。它这个螺丝呢是两边都有，两边锁紧，把这根钻尾给夹住。在开始之前呢，我们要先用这个取木塞刀。那它这个前面也是一把刀，但是因为它没有中心定位点，所以不建议你用手电钻来取木塞。比较建议你使用钻台，因为使用手电钻的话，你在钻的时候它会这样跑来跑去，不好钻。因为我比较常用松木，那我这边已经有取了一些这个松木的这个木塞。那如果你比较常用的木头有废料的话，你可以多取一些。那这个取木塞刀也是有尺寸的，像我这个是8mm的，就要搭配我们的这个8mm的沉孔钻头，因为它钻出来是8mm的洞，我们就必须要取8mm的木塞。如果我们要在这个上面锁螺丝的话，我们就需要用到这个沉孔钻头，在你要锁螺丝的地方预钻一个8mm的孔。钻出来就会像这个样子。那这个孔的深度呢，最多的话不要超过这个板子的一半。锁好的话呢，就会像这个样子。然后整个螺丝头呢，它是沉到那个8mm的洞里面去。接着我们就可以拿出我们取的这个木塞，在这个木塞上面呢，我们可以抹上白胶或者木工胶，先把它塞入这个洞里面。然后等胶干了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用锯子再把这个凸出来多余的部分把它锯掉，然后再用刨刀或者是凿刀再把这个地方整平，之后再研磨。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螺丝头这样给隐藏起来。如果你取的木塞跟你工件的材料呢是一样的话，那取出来的木头的颜色呢就会基本上是一样。这样子的话呢，就可以让你的作品看起来更美观。
那我们今天这2个配件，一支诚孔钻头，一支曲木塞刀，那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分享我的影片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